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15号。我们今天的节目仍然是围绕着美国大选，谈这个拜登他儿子刚刚流传出来的这个拜登儿子的邮件门，也就是这个邮件门事件啊，除了有希拉里他流入整个社会的这个邮件门之外，那么拜登儿子亨特拜登呢，他的这个邮件门呢，现在又揭开了一个惊天的秘密。那么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拜登他儿子亨特拜登他这个邮件门的来历。那是因为呢，就是亨特拜登呢，他有一个笔记本电脑，这个笔记本电脑呢给他进了水了，进了水以后呢，然后呢他就把它送到一家电脑商店、电脑公司里面去维修。维修好了以后呢，电脑公司就打电话让亨特拜登呢就把电脑拿回来，但是亨特呢就一直没有去，最终这个电脑就在人家店里面放了3个月。按照他们当地州的法律规定呢，也就是客人送过来的这些维修的产品啊，满了90天以后，他如果不来拿的话呢，店主是有权利呢进行处置的。但是呢，亨特拜登又是个很重要的人物，所以说这个店主想来想去呢，这个东西你交给谁呢？他想来想去，他还是把它交给了 FBI。当然他自己做了一些备份的拷贝。为什么交给 FBI？ 我觉得这个理由解释起来也很明白嘛。就像我们如果是捡到一个钱包，我们根本不知道失主是谁的情况下，我们多半都会交给警察局，通过警察局找到失主，然后把钱包物归原主，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个电脑公司的店主呢，我想他可能也是这种想法，就说呢，亨特拜登毕竟是重要的政治人物家的儿女，他笔记本电脑里面可能会存有一些对国家安全啊，对国家呢有重要的一些文件，那么交给 FBI， 由 FBI 进行保管或者 FBI 进行处置呢比较合适，否则这个电脑里面如果有些文件流传到社会上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国家机密，所以说我觉得他交给 FBI 是很正常的。那么也就是说，亨特拜登他的这个笔记本电脑交到 FBI 手上以后， FBI 的探员打开了一看，里面什么秘密都出来了吧？除了他本人跟那些男女再去鬼混的一些淫秽的照片啊，一些淫秽的视频啊，最重要是这个里面有几封涉及到政治的电子邮件。这个电子邮件里面至少是有2封电子邮件是很重要的，其中一封电子邮件是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告诉中国华信，他告诉中国华信说，相信你们对我和对我的家庭一定会感兴趣。那么华信就给亨特拜登做了一个承诺，就是每年会给亨特的公司呢有1000万美元的咨询费。那么这件事情呢是包括拜登，就是现在代表民主党竞争总统的这个乔拜登啊，乔拜登的弟弟叫罗伯特拜登，他呢也参与了这件事。这是指亨特拜登他这个邮件里面，其中有一封邮件是这么表述的。那么这个华信在美国的代理人是谁呢？是一个被美国已经判了刑的前香港的一个局长，叫何志平。他本人在美国呢贿赂那些非洲国家的首脑，最终被美国抓捕之后呢，然后这个何志平呢被美国呢判了刑。这个何志平当时在美国被美国抓捕之后，华信第一时间也是联络拜登的弟弟，想办法捞人的。所以说呢，亨特拜登跟华信的这个勾结呢，通过他这个邮件全部显露了。何志平这个人，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但是何志平的太太呢叫胡慧中，是台湾的一个女明星，在80年代、90年代呢还是呢很有名气的。所以说从华信的这个邮件就可以看出亨特拜登跟中共之间的勾结。那么另外一份邮件里面就是显示乌克兰的一个股东呢，他给亨特拜登回了一封信，就说感谢你呢给我这个机会邀请我到华盛顿来，而且能见到你父亲，希望你父亲呢能通过他的影响力给我们一些帮助。那么你想想看，副总统的影响力是什么影响力？那么美国副总统的影响力毫无疑问是利用国家给他的公权了，因此这份邮件就一下子就击毁了拜登长期撒谎的一个谎言。因为拜登一直是说他儿子跟海外各个公司之间的业务贸易往来他从来不知道，他从来不插手。当这个邮件门刚刚爆发出来的时候，拜登的竞选委员会是在第一时间回应说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根本就没见过什么亨特邮件里面提及的什么乌克兰的一个什么企业负责人。但是很快呢，拜登的竞选委员会改口了。为什么改口呢？他不敢说拜登没见过他们，因为副总统见过谁啊，都有严格登记的。这个亨特邮件里面显示，乌克兰的企业感谢这个亨特拜登安排去见他的父亲。当时时任副总统的拜登，他见谁美国都有具体的登记的，所以拜登他知道这个事情隐瞒不过去，因此呢他就改口了，他说他记不清了当时见过是谁。那么拜登他这个儿子这个亨特拜登的这个邮件门泄露了以后，对拜登的选情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对民主党整个选情造成什么影响呢？我呢想呢，就我对民主党的认识呢，今天跟大家呢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可以这么说啊，在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之前，也就是在克林顿之前，在90年代之前，美国人呢对选举民主党人担任总统，还是选举共和党人担任总统呢，不是十分的计较的。他们不是挑政党的，他们大部分是对这个竞选的这个领导人啊，对某一个领导人啊，他们个人对他的一个好感，或者是这个竞选领导人他们所阐述的他们各种的治国方针。比方说，我们以里根总统为举例，也就是里根总统之前是美国民主党人在执政，也就是包括尼克松啊，包括卡特啊，他们都是民主党的总统。直到里根总统以后，变成了共和党的总统。那么，无论是民主党的总统执政，还是共和党的总统执政，绝大部分的选民是看你这个总统竞选人，你提出的给美国人民带来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美国国力的强盛，美国每一个公民他们自身身在美国这个国家能够得到更加的壮大，更加的得到尊严。我觉得美国公民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所以那时候不是很计较民主党人来担任总统还是共和党人来担任总统，只要你们提出的施政纲领能够让绝大部分选民满意，那么人民就会投票选举你们。那时候最多他们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这个区分呢，可能民主党呢会多加一点税，可能共和党呢会减掉一点税。那么民主党因为是自由党，他会更加的支持一些新奇的，这个社会上比较让人们从传统观念上难以接受的一些新鲜事物。我们举例子，比方说就是同性恋。那么同性恋毫无疑问来讲，民主党是积极支持的，认为同性恋是绝对应该得到每个人去尊重的。那么可能抱有传统观念的保守党人认为这个同性恋不合适吧？要爱嘛，就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这个男女相爱，异性恋怎么会同性恋呢？但是无论你接受不接受这个主张，至少什么你不反对，也就是持有保守派的、持有那种传统观点的人，你虽然你自己不喜欢同性恋，虽然你自己不去参与同性恋，但是你不应该反对人家同性恋，人家同性恋有追求人家同性恋、享受人家同性恋的这个自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民主党他支持鼓励同性恋也没什么坏事，对社会制度至少没有什么影响，这只是个人追求自己个性奔放、追求自己感情、追求自己自由的一个方面。所以说，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当时大家都没有太大的差异，无非就是你追求那个东西，我不一定喜欢，但是呢，我不能反对你，我没有权利限制你可以同性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和共和党呢，在过去呢，他们差别不大，但是到了克林顿之后，美国的这个民主党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为什么这么说？从克林顿之后，美国的民主党的高层啊，已经逐步地开始把个人的利益、把家族的利益，已经替代了党国的利益，替代了美国人民的利益。他们开始出卖美国国家的利益，出卖美国人民的利益，来重保他们自己私囊了。那么一旦有利益跟自己挂钩，而且只追求个人利益和家族利益的时候，这时候美国人民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就被他们牺牲了。最简单的例子你可以看，克林顿和希拉里在克林顿竞争这个美国总统的时候，他们个人的资产只有50万美元，也就是他们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资产。他们这个50万美元在美国当时是很普通的一个普通政客。而希拉里和克林顿，他们从大学毕业以后，他们没干过别的事，他们就一直是当职业政治家，他们始终是政客。因此他们的这个收入来源仅仅是他们作为政治家参与政治，然后获得的一个基本薪金，也就是年薪制，可能每年一个人也就是19万年薪。他们两人呢，除了正常的生活之外，最终呢攒下来那么点钱呢，也就只有40-50万美元。这是克林顿他在竞选总统之前他个人的财务状况。但是今天克林顿多少钱？今天克林顿和希拉里他们个人的资产早就过了亿，也就是早就是亿万富翁、亿万美金的一对总统夫妇。那么这两个人的这个资产通过这么10-20年从政，他们怎么会积累，怎么会滚雪球一下子从几十万美元滚到上亿的呢？这些资金哪来的呢？你如果说这些资金他们是盗来抢来，是贪污国家的呢？那倒不是，他们只是以权谋私，通过权力让他们自己获得了这个滚滚的财富。这个里面输送这个财富最重要的来源是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说，他们跟中共勾结以后，通过大量的利益勾兑，给克林顿夫妇输送了大量的利益。因为克林顿是建立了一个基金会的，这个基金会讲起来是公益基金会，但是通过这个基金会，克林顿也好，希拉里也好，通过这个基金会，他们谋取了大量的个人私利。这也就是说，民主党在克林顿接任之后，民主党的高层就开始腐败和堕落。而这种腐败堕落不是他们仅仅两人，是民主党的高层，就是民主党的高层很多这些民主党的老朽啊，
他们把握着自己的位置，不传给年轻人。你看，现在民主党的高层，他们控制政权的这些主要的领导人，包括南希·佩洛西已经80了，包括桑德斯，包括欧伦，这个是接近80，包括拜登是78，即使是克林顿现在也74岁了，希拉里也72、3岁了，也就是他们通通是七老八十。但是这些人通通把控着民主党的政权，把控着民主党的高层。他们不会让任何年轻人走进来，因为他们要控制权力，而这个权力就是他们几个少数人、少数家族在分享这个权力。至于奥巴马是他们带他混混，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奥巴马始终要跟克林顿、跟希拉里勾兑。希拉里和克林顿，当他们出现了，他们这个克林顿基金会把一批毒刺导弹卖给中东的军火商人，导致了这个毒刺导弹最后流入到了武装分子手上，而且武装分子居然用毒刺导弹，用美国人的导弹去击落美国的军机。这种事情发生了以后，你简直是不敢相信啊！那么作为奥巴马，当时他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去帮助希拉里掩盖呢？这是希拉里干的事。奥巴马作为当朝的总统，他应该查处希拉里啊！但是奥巴马绝对不会这样做，奥巴马一定是跟希拉里沆瀣一气的。为什么？奥巴马在民主党里面的地位是靠民主党的大佬带他混混把他拉上来的。奥巴马是一个黑人，他从政的过程，从他一路升迁，最终能够成为总统竞选人，完全是民主党大佬，也就是民主党里面的这几个重要人物，包括南希·佩洛西啊，包括拜登啊，包括克林顿啊，包括希拉里啊，就是这些人，他们一路拉扯奥巴马，才有奥巴马能够竞选总统竞选人的这个机会。因为奥巴马第一个比较年轻，第二个奥巴马是黑人，他在这个民主党内没有那么多根基，只有大佬们因为他的肤色，因为他是黑人嘛，然后政治正确嘛，我们要推选一个黑人总统。对美国来讲的话，很多白人也并非是不愿意接受一个黑人当总统的。当你这个黑人确实有这个能力，那么大部分的白人也会投你的票。所以说，奥巴马能够担任美国总统，跟民主党里面的这些白人大佬们长期的拉扯他，长期的提携他，是绝对分不开的。因此，奥巴马很清楚，在他担任美国总统时候，他毫不犹豫就挑选了拜登作为党内元老、党内有影响力的人物来作为他的副手，担任副总统。同时，他跟克林顿家族、跟拜登家族、跟南希·佩洛西家族，他们都勾兑得非常非常的紧密，他们完全就是一个圈子。在这个圈子里面，大家是互相帮忙、互相掩盖的。所有人只要有一个人出问题，都立即要帮助他掩盖，也就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嘛。因此来讲，奥巴马和希拉里的配合，实际上就是希拉里和克林顿在他们从政那么多年，他们为了铲除他们政治的对手，为了重保他们的市场，他们什么坏事都敢做的。在做这些坏事的过程中，他们不惜杀人灭口，不知道给他们干掉了多少政治对手，或者是掌握机密的一些中情局的一些官员啊，一些情报特工啊，通通都给希拉里和克林顿消灭掉了。这也就是属于拜登家族跟克林顿家族跟奥巴马加上南希·佩洛西他们紧密结合，这么紧密结合的一个民主党高层的圈子。这个圈子到今天已经腐烂发酵，已经导致了美国的民主政治起到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已经在腐蚀着美国的民主制度。美国的民主制度如果是让这帮人继续操纵下去，美国很快会堕落成南非或者是南美的委内瑞拉。今年的黑名贵这个打砸抢的弗洛伊德死亡之后，在美国发起的大规模的这个安替法的这个活动，就可以看到这个美国民主党对美国制度破坏的这个危害性。也就是过去呢，大家呢总认为民主党呢可能是给富人多加点税，给穷人呢多增加一点社会主义，然后接受一些大量的这个非法移民。人家认为民主党往往是做这样的事，然后争取这些非法移民的支持呢，多争取一些选票。过去别人都是这么去认为的。如果是这样呢，可能只是大家意识形态，或者是每一个人他对待权利、对待利益、对待个人义务所理解的不同的这个范畴，还好说。但是现在对社会制度的破坏，也就是打砸抢烧开始这种行为，而且是得到民主党的支持，那就完全不对了。这是美国的法治受到了挑战。现在民主党不仅仅是支持了打砸抢烧，破坏正常的社会制度、社会秩序，让人们在一个不安全的生活环境中生活。同时，他们现在开始要取消警察局啊，让警察都下岗啊。不要警察的一个社会治安是拿什么来保障这个社会里面平安的有法治的社会呢？民主党不仅仅是不要警察，要取消警察局，而且是把监狱里面的这些罪犯、这些暴力罪犯全部释放了，释放这些罪犯参与到社会上的打砸抢行动啊。这也就是严重的破坏了美国的法治，让犯罪在美国泛滥，让制止犯罪的警察下岗，同时对美国的年轻人对他们进行了仇恨教育，
也就是污蔑美国的历史是一个仇恨的历史，让所有现在的年轻人仇恨美国的历史来源，对美国的历史先贤把他们的雕像、把他们的纪念馆全部砸毁。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美国的社会制度和美国已经建立了这200多年这个优秀的传统价值观就完全被破坏了。所以你看，川普总统他为什么马不停蹄在全国各个州到处去演讲？很多人理解川普总统去演讲嘛，就是为了争取选民，争取更多的人投他的票，让他获得选民的支持以后获取连任。这个仅仅是说到了问题的一部分，也就是川普总统他到处演讲，希望获得选民的支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川普总统他通过他每一场的演讲，他实际上是希望唤醒每一个美国人，让美国人知道你们今天已经处在一个多么危险的状态，让所有的美国人应当回归他们的传统价值观，让所有的人应当回到美国以基督文化建国的这个传统的基督文化所引领的人们一个正常的价值观，而不是什么。而不是让警察下岗，让罪犯横行霸道，让整个社会的社会秩序受到破坏，让打砸抢烧在美国的泛滥和蔓延，让安提法行动在美国变成了一个合法的冲撞美国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的一个运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的高层，尤其是民主党现在这些老朽们，顽固地把持他们党内的政权，同时他们利用国家赋予他们的公权，在破坏到美国的社会制度嘛。像Nancy Pelosi他担任议长以后，他就现在遭到了国会议员叫格林斯潘对他的一个质疑。格林斯潘现在就发起其他议员要求罢免Nancy Pelosi，认为Nancy Pelosi根本就不能履职了，除了他年龄大，经常的这个脑筋糊涂之外，而且他自己完全不能以身作则。他到加州的理发店里面去理发，他明明是违反了所有民主党自己制定的规则，他诬陷人家理发店的老板娘是老板娘陷害他。他本人在国会里面对川普总统4年就提出了3次弹劾，而且对川普总统对共和党提出的这一次对美国公民、美国全体国民这个新冠疫情的赈灾计划，他迟迟不予批准。他就是希望川普总统把这个钱拨到各个州里面去，尤其是那些民主党里面支持打砸抢烧、安提法破坏的非常严重的那些州，川普总统肯定不同意啊！你们民主党领导的州，你们当地搞打砸抢烧运动，然后把当地的历史先贤的雕像、文化设施、博物馆全部破坏了，你们让联邦政府为你们买单，让全体美国纳税人拿钱为你们去修复，哪有那么好的事啊？你们哪一个州造成的损失，你们自己去解决，而联邦政府的钱就是要发到每个美国人手上。现在联邦政府就是川普总统提出要给美国每一个孩子，未成年孩子，把他从上一轮的每个人补助的500，把它增加到1000，把每一个成人的这个补助金1200仍然第2轮发放，也就是给美国每一个家庭都让你成人可以领到1200，孩子可以领到1000块。这么好的一个赈灾方案，就是被Nancy Pelosi卡住，就是不批准。所以说到现在，美国的第2批的这个赈灾发放的救济款，到目前来讲仍然是不能发下来。而拜登那个腐败，恰恰好是民主党的大佬们他们共同的腐败的一个缩影。因此，拜登现在他儿子这个邮件门的败露，现在美国所有的左媒都是默不吱声的。如果这个腐败是川普的，你看看美国所有的报纸都铺天盖地就会报道了。但是涉及到拜登，美国的左媒都不吱声，而社交媒体，也就是推特和脸书，他们居然完全封杀了这个消息，根本不允许他们在推特和脸书上报道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拜登的邮件门。而推特公司和脸书公司的解释是什么？说这些报道是需要第三方人验证以后，由第三方权威渠道验证了这个消息核实以后才可以报道。那过去川普的那些丑闻、那些造谣的那些谣言，哪个第三方证实过呢？为什么脸书和推特可以铺天盖地的报道呢？可以讲这2天，无论是我的节目，还是包括我们洛杉矶其他大 V， 比方说江峰，他们的节目都受到很大的干扰，网络都受到很多袭击。这来自于哪里呢？为什么会对我们谈这些节目里面有那么大规模的袭击呢？包括川普总统竞选委员会的推特、官方推特都给推特公司禁止了。所以说，川普总统他非常的生气。川普总统对乔拜登被揭露的这个邮件门事件，他在今天早晨他就发布了他自己的一个推特，他说：“恭喜纽约邮报揭露了沉睡的乔拜登和我们国家周围的大规模的腐败，他一直就是一个腐败的政治家，非常的可耻。”这是川普针对邮件门、针对乔拜登和他儿子亨特·拜登这个邮件门事件，川普总统发出的他自己的一个推。而且在推特公司、脸书公司昨天封杀所有的有关邮件门事件之后，
福克斯著名的主持人叫塔克·卡尔森，他痛斥推特和脸书封杀《纽约邮报》对拜登硬盘事件的报道。塔克说，这是美国建国245年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新闻审查，这跟中共这个专制政府审查他的人民的言论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没人想到这种事居然会发生在美国，这是美国最黑暗的时刻。US never imagined it could happen in this country, and yet today it did happen. A major American newspaper published a story, apparently an entirely accurate story, about a presidential candidate. The tech monopolies that control American media feared this story might hurt that candidate, whom they favor. So 3 weeks before a national election, they shut the whole thing down. They prevented the public from reading the news. They didn't apologize for doing this. They didn't bother to make up reasonable-sounding justifications for it. They just did it, exactly a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oes. These are monopolies. They have all the power. You have none. They don't have to care what you think, and they don't. This was mass censorship on a scale that America has never experienced, not in 245 years. And it's a threat to all of us. Democracies only function when there is a fre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between citizens. We no longer have that. This is a dark moment. 也就是这是福布斯新闻主持人塔克，他对推特和脸书封杀拜登邮件门的事情，他自己表示的一个愤慨。民主党这些高层可以讲，这么多年来他们就在演戏。他们自从克林顿以后，已经完全是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就是民主党的高层，他们尽管他们讲得非常好听，他们做就做得非常漂亮。你看拜登他们到北京，他们一行人去下馆子吃了2碗炸酱面，多么的脸谱啊！骆家辉坐飞机只坐经济舱，而且用打折券去买咖啡。奥巴马自己亲自参加他女儿的家长会，非常的亲民。你看看他们多么清正廉洁啊！但是背后呢？背后可以讲，民主党的大佬，所有人现在都是亿万富翁。民主党的大佬，所有这些从政的人，基本上他们都没有其他的生意，但是都靠权力使他们的家族都赚了巨大的利益，个个是亿万富翁。Nancy Pelosi 别人也给他算过，他从政几十年，可以讲他很年轻，20-30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国家的公职人员，已经担任到议员，也就是他担任议员这么几十年来，Nancy 没干过别的事啊。他个人作为一个议员，他个人每年的年薪就是20万美金左右啊。但是 Nancy 现在的身价是上亿啊，请问 Nancy 这么大的身价是哪里来的呢？克林顿、希拉里，我刚才已经举过例子了，奥巴马也是这样啊。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候，奥巴马的身价只有几百万美元啊，因为奥巴马过去当过律师，他当律师时候挣取了不少的律师费，所以奥巴马的收入是比克林顿和希拉里要高的。奥巴马有几百万的这个身价，但是奥巴马今天已经好几个亿美金了。奥巴马当总统8年后退任，也一届都不到啊，也就是川普总统连第一个任期还没有完全结束啊，也就是奥巴马退出总统职位到现在也就3-4年啊，连他当总统的8年，总共10几年，从他竞选的时候的几百万，现在已经过了亿。你问奥巴马这些钱都是哪里来的呢？那拜登就更不要这样讲了，他的儿子亨特·拜登，他跟中共的华信公司每年是支付他1000万美金的咨询费，乌克兰公司是每个月给他5万美金。拜登一个副总统，他就利用国家的权势，他的儿子就可以获得那么大的一个收入来源。同样是副总统，人家彭斯也是副总统，那彭斯副总统的儿子他的收入多少呢？彭斯副总统的儿子是美国飞行员，是美国战斗机的飞行员，一年的年薪也不够就几万美金啊。而亨特·拜登因为他的父亲是民主党的副总统，就可以跟那么多国家勾兑，他一个月就拿好几万美金。同样是副总统的儿子，一个在为国家奉献、为国家战斗，是国家的战斗机飞行员；一个是拿着国家给的权利大肆的腐败，一个月就挣好几万美金。同样是副总统的儿子，你看看这个差距有多大啊！这就是民主党高层今天所我们看到的这些黑幕，也就是随着希拉里、随着拜登他这些邮件门的败露之后，那么拜登今年的选情是大大的受影响的。目前来讲，继续相信拜登，就是愿意美国腐败下去。美国的腐败下去，就最终把美国演变成南非，演变成委内瑞拉。如果是拜登当选，毫无疑问来讲，美国会跟中共沆瀣一气。中共就会更加渗透美国，中共最后就会颠覆美国的国家制度，美国就会成为下一个委内瑞拉的时候，中共就已经对这个国家的政权和这个国家里面所有的腐败进行了大肆的扩张。那么以后你就可以看到，红色中国就会在美国畅行无阻。这也是川普总统为什么要遏制中国，他一再强调，他当选以后就会斩断中共的这个红色的魔爪，最终把中共送进坟墓。好，今天的节目
就跟大家说到这里，谢谢大家。